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我们又折回去把包裹捞了上来，那里面装着所有的补给品还有武器。要是包裹没了的话，根本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走了。带着这些包裹游泳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还好向虎这个肌肉大汉一个人独自扛着2个包，王元朝也背着1个包，剩下的由我和胖子、西装男轮流着来，这才勉强能够跟上。即便是这样，我们每游一段距离就要停下来休息一番。我们商量着能不能丢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或者武器，但马如龙却是坚决不同意。正当我无比抓狂的时候，凯撒琳张开了白嫩嫩的小手，递给了我一粒蓝色的药丸。吃一粒药。我皱起了眉头来，有些不放心地问：什么东西？这是进口的强力兴奋剂，要不要啊？要，谁不要了？还有没有？再多来2粒。1颗已经是人体所能承受的最大剂量了，吃多了会心脏爆裂而死的。你确定你还要？那我把1瓶都倒你嘴里好了。我还是决定不再理会这小丫头片子了。等等，你有没有发现地面的高度好像在上升啊？这样下去的话，估计再往前游100米，水就只能没到腰了。我观察了一下，的确如胖子所说，接下来的地势越来越高，我们没走多久，终于就可以在水里步行了。得加快脚步了，他娘的，胖爷把双手双脚都冻死了。正常来说，身体泡入水中适应了之后会变得比较暖和，但是我现在却冻得跟冰块一样，有些时候甚至都感觉到自己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。估计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会死在这条水道里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终于走出了河神道，来到了一座山坡面前。从下往上看去，阳光犹如花瓣一样洒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身体总算是找到了一丝温暖的感觉。只不过那山坡却仿佛天堑一般，相当于先前那口井的高度了。只不过这一次可没有任何的梯子让我们爬了。好在这些石头并不是特别光滑，可以踩着上去。说着，他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脚，似乎是在热身。而后王元朝就绑着一条麻绳，踩着石头爬了上去。我看的是暗暗佩服，估计王元朝从对越反击战退下来之后，每天都在坚持锻炼，否则的话他的身体素质不可能如此强悍。到现在我的手脚都还没有回过暖来呢。攀爬期间有几次那石头一踩就碎，把我是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还好王元朝身体十分灵敏，飞快地抱住了其他石头，慢慢地爬上了山坡去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王元朝从上面把绳子给扔了下来，他探出了头来对我们说：把绳子系在腰上，一个个来，爬的时候小心点，这里很多石头都不牢固。足足忙活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们所有人连同包裹才从水道里出来。这他娘的什么地方啊？胖子最后一个出来之后，看到周围那遮天蔽日的阴影，他直接就被惊呆了。而此时我也是早就被震撼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们此刻的位置竟然是在一个干涸的河床里，周围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腐臭味道，还有鱼腥味儿。在我们面前遗弃着各种各样散乱的鱼骨头，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一样，甚至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骨架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鱼的。其他腐烂的虾子螃蟹更是数不胜数，一堆乌鸦还在那儿啃食着这些垃圾。我目瞪口呆地问：这里就是黄河？不知道， GPS 完全定位不到，这里一点信号都没有。西装男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仪器，摇了半天屏幕也不见亮，气得他咬着牙笑了起来。应该是黄河没错了，要先想办法爬出河床，到时候才好观察这一片的风水走势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马如龙的语气中带着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。他带着我们沿着河床一直往前走，找到了一处斜坡，从这里上去的话也比较好攀爬一点。不过王元朝摸了下斜坡边缘的石头以后，顿时就皱了下眉。我注意到了他的神色，开口问他：元朝，怎么了？王元朝摇了摇头：我们不可能爬上去的，这些石头都是鹅卵石，已经被水冲刷得十分光滑了，就是穿着登山鞋呢，也是一踩一个滑。而且这里的地势太高，根本都用不了飞爪钩。马如龙上去查探了一番，也是皱起了眉毛来。算了，先继续往前走，看到合适的地方再上去。
随着我们慢慢的走入大河床的深处，越来越多的骨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，甚至有许多完全说不上号来的骨架。这时，胖子指了指脚下的一具巨大的人形骨架，有些骇然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些个东西，要是让考古队的老教授们看见了，指不定他娘的都当宝贝呢。这具骨架十分的奇特，跟人类的身体结构几乎一模一样。哎，你们看这里！我顺着王元朝指的地方看去，发现那里的一大片肋骨全都不见了，看样子应该是被什么玩意儿给咬下来的。王元朝突然拿起了一块大石头，朝着骨架猛砸了下去，但那骨头架子却是纹丝不动的。这一幕把胖子给看得目瞪口呆的。我靠，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，才咬得动这副硬骨头啊？王元朝也是警惕地说：“我小心一点，攻击这个巨人的东西要死了还好，要是没死那就麻烦了。”我们一路顺着这弯弯曲曲的河床往前走，在差不多2个小时的路程中，我起码发现了10种我认不出来的生物。突然，张三炮出声喊道：“这肯定就是黄河呀！”我是三炮兄，你怎么这么肯定？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，能够在这里见到这么多叫不出来名字的生物，除了黄河，我真找不到别的地方了。我接过了话头：“对，我以前听几个土夫子说过，黄河早些年经常捞出奇怪的东西，还有各种不知道用处的青铜器。曾经有个黄河边上的老渔民捞到了一个青铜罐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都是风干石化的眼珠子。这件事很多人都听说过，如果一定要找出中国最神秘的地方，黄河绝对是其中之一。”以前经常有走南闯北的土夫子来我的古董铺子里喝茶，我也听了不少关于黄河的传说。黄河的神秘其实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还有一些吓人的鬼事，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我们一边说一边走，这片河床给我的感觉除了死寂之外就是荒芜。往上看去，到处都是一片片类似于大理石的银褐色。除了偶尔飞过的乌鸦之外，我们在这黄河底部再也找不到其他动物的踪迹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始终都有一种被人给盯着看的感觉。明明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后面，但那种感觉却是如影随形的。等我回过头去看，却又偏偏什么都没有。我皱起眉头问胖子：“胖子，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？”胖子瞪圆了双眼：“没有啊。叮当，你有什么发现？”“没什么，应该是错觉吧，估计也是被这里的死气沉沉影响了。”我摇了摇头。王元朝他们都没有说话，只能说我神经太过敏感。这片地方可能是闹了旱灾，所以才会露出河床。而且按照小老板的那份铭文来看，这个位置已经是处于龙尾巴的所在地了。那么干涸也是很正常的。黄河九曲十八弯，所过之处几乎涉及了半个中国。哪一年的降水量比较少，哪一年的龙尾巴就会干涸。说到这儿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又说了一句：“不过具体的我也说不准，有些地方我也对不上号啊。”我赶紧问他：“怎么对不上号？”这种时候了解的能多一点就是一点。如果这里真的是黄河底部，未免也太干净了吧？黄河底下一点淤泥都没有，这太不正常了，就好像是给人清理过了一遍似的。这件事儿，他娘的不会是我爷爷干的吧？不过想了一下，又觉得不太可能。以这片河床的范围来看，哪怕是有20-30个人清理10天半个月的，估计也都清理不了1/10。哎呦，哎呀，娘的，这段路怎么比狗屎还滑呀？胖爷都垫着脚走了，还他娘摔着了。哎，猛地，胖子摔了一个狗吃屎，整个人像肉球一样摔在了地上。王元朝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一段路冲刷的比鹅卵石还要光滑，都小心点，万一摔不好，骨头都要断。”西装男有些不耐烦地笑着：“呵呵，找块布把鞋子包上不就行了？”我见到他那副笑脸就恼火。在这种光滑的石头上行走，要是遇到了什么突发事故，比如受到攻击什么的，我们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不把问题解决，那就是纯粹的找死呀。不过我还是不想招惹这个疯子，我强行地忍住了一肚子的火，在自己的鞋子上包了一块摩擦力比较大的棉花，走起来果然是好使多了。马如龙他们也都套上棉布之后，我们继续前进。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多，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起来。只不过太阳照进这河床里，却并没有一点温暖的感觉，反倒是让人觉得阴森森的。突然之间，走在最前面的张三炮猛地回过了头来，我被他给吓了一大跳。三炮，你干嘛？
张三炮死死地盯着队伍后边，良久之后，他才皱了下眉头。哎呀，我刚才发现有人在盯着我们。胖子严肃地说：“三炮兄弟啊，那眼光我估计是叮当的。叮当最喜欢盯着别人屁股看啊，没事的，别紧张。”我强忍住了一枪把胖子给崩死的冲动，然后仔细地和张三炮看了一下后面。到最后，甚至我们还拿出了望远镜，到处观察了一遍，却依旧是什么都没发现。我心中不禁有些疑惑，刚才的某一瞬间，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。现在张三炮也突然有了这个反应，这总不该是巧合吧？王元朝说：“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，会不会是这里的阳光比较刺眼，让你产生了错觉？”附近大理石一样的石头颜色非常光亮，确实会把阳光折射进我们的眼睛里。我皱起眉头来：“要不先休息一下吧？我们几乎1个晚上都没睡觉了，可能是太累了。”兴奋剂的作用已经过去，我现在的肩膀沉得跟背了几百斤的东西一样，脚步也提不起来，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。要知道，之前我们可是游泳过来的。马如龙却是冷冷地说：“再走1个小时才能休息。”胖子一听就火大了，他一下子就破口大骂起来：“靠，你们他娘的不用背东西，当然轻松了。要不换你们来背试试？”小胖子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我眼角一跳，这家伙的手放在口袋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捏着引爆器。以这疯子的行事作风，说不定直接炸断胖子的脚，那都说不定。走就走，就你话多。我们现在完全就处于被马如龙绑架的状态，根本就没有话语权。而且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我们就是全死了也是没警察管的。在这种时候和马如龙他们硬刚，那不是找死是什么呢？我咬着牙，总算是又走了1个多小时。这会儿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光线照下来，我们总算是可以看清整个河床的全貌了。西装男找了一个高地，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下远处，也不知道是发现了什么情况，他足足看了差不多有5分钟，才把望远镜给放下来。他眯起了眼睛，跟马如龙说：“马老大，前面的情况不太对。”我拿过望远镜看了一下，顿时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了一大跳。只见在我们前面差不多几百米的河壁上，有7、8簇触目惊心的血迹。那些血迹的范围极大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。马如龙皱着眉头说：“这些血迹刚刚风干，最多也就是1个月内发生的事情。看来走在我们前面的那帮人遇到麻烦了。”想了一下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先在这里休息吧。”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最怕发生的。首先，那些血迹多得离谱。从血迹覆盖的范围来看，就好像是一个人活生生的被锤成肉饼，才会爆出那么多的血浆来。我越看越觉得毛骨悚然。胖子他们轮流观察了一番之后，脸上也都凝重了许多。胖子有些发怵地说：“你们有没有他娘的发现？地上根本没有尸体骨头什么的，除了那滩血迹之外，其他都是干干净净的。”未知的东西往往是最可怕的，我们当下就胡思乱想起来。前面肯定有什么东西，咱们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加倍小心。我的一颗心砰砰乱跳着，之前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会不会跟这些血迹有关呢？我们找了一个靠近河壁的位置休息，然后点起了酒精炉取暖。我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，只感觉浑身上下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坦。这种放松的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我情不自禁的就想睡觉了。马如龙淡淡的说：“分几个班守着吧，起码得有2个人看着，这地方可不平静。”他看了一下远处，神色之间有些凝重。王元朝和西装男是第1个轮值的，我困得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就随便找了个睡袋钻进去睡觉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困，我只感觉自己稍微眯了一下眼睛，然后就被人给捅醒了。叮当，叮当，到你了！你他娘赶紧起来！你个猪都睡了6个小时了，快起来放哨！胖子一边说着，一边就把我拖出睡袋，然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。我动了一下身子，胳膊肩膀到处都是酸酸的。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好久没做过这种体力活了，睡了一觉之后，身体顿时就受不了了。我看了看手表，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。向虎正拿着一把 AK47 慢慢地在附近走着。我朝他点了点头，也没说什么。估计马如龙是怕我们几个人搞出点什么事儿，所以每次都安排了自己的人放哨。
否则以他的性格，恨不得把我们全都给累死。我有些心不在焉地走了2圈，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死寂，除了河床里腐烂发臭的味道，还有那些乌鸦偶尔呱呱叫2声之外，根本就没有听到别的动静，甚至连虫子的鸣声都没有。从包裹里拿出了一块巧克力，细嚼慢咽着。早上连东西都没吃就直接睡了，现在得赶紧补充点能量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尽管太阳还没有落下，但这片深深的河床已经变得十分幽暗了。除了我们点起的酒精炉可以照亮10几米之外，视线已经很难再看到别的地方了。这么无聊的坐着，我又开始有点犯困了。不过骤然之间，我却是听到咔嚓一阵拉枪栓的声音，瞬间我仿佛被一盆冰水当头淋下，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。只见向虎此刻正端着 AK-47死死地指着我，我顿时亡魂皆冒，老子就他妈偷了回懒，也不用这样吧。我身体僵硬了许久之后，这才更加惊恐地发现向虎瞄准的是我后面。莫非是有什么东西藏在我的身后吗？霎时间，我后背寒气四溢，脖子上起的全部都是鸡皮疙瘩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前面跑出去了7、8米，这才敢回过了头来。别说我胆子小，在这种地方，胆大的人都变成那一滩滩血浆了。不过，在我回过头之后，我却并没有看到什么恐怖的鬼怪，身后光秃秃的，一点的东西都没有。我有些莫名其妙地看向了向虎，不知道他突然间发什么神经。向虎的神色有些怪异，他喊了一下我：“李叮当。”喊我的时候，他那举着枪的手也没有放下来的意思。我被他这动作搞得有点紧张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，赶紧问他：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装弹药的包裹里边有一个红外线望远镜，是美国进口的。你去把望远镜给拿过来，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。记住，动作要轻一些。向虎用很慢很轻的声音跟我说着，似乎是不想打草惊蛇。我这会儿也能感觉到事情的轻重缓急，赶紧先过去摸出了那红外望远镜，然后就按照向虎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。但是透过红外线望远镜看过去，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，根本就没有温差。我其实看得也挺迷糊的，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用，于是我赶紧把望远镜递给了向虎。他点了点头，接了过去。我看他提枪的手还是绷得紧紧的，于是赶紧走远了几步，在边上盯梢。哪怕这会儿周围安静的连一根针掉下去都能够听见，我也被向虎搞得有些发毛了，忍不住东张西望的。这个人的一举一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很干练的军人，从他的路数来看，跟那些耍江湖的完全是两码事儿。从他的身上，我似乎看到了王元朝的影子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把端着的枪放下来，然后又跟没事人一样在周围慢慢的巡逻起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过去问他：“向虎，刚才你发现什么了吗？”向虎摇了摇头，并没有说话。正当我以为这家伙不会回答我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沉着声音说：“刚才我觉得好像有人在盯着我。”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脸色顿时一片骇然。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第1次是我有这种莫名的感觉，然后是张三炮，最后就是向虎了。我们明明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甚至连探测体温的红外线望远镜都显示正常，但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这种诡异的感觉。人的第6感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感知能力，3个人都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应该就不是错觉那么简单了。我忍不住地打了个寒噤，这他妈莫非还藏着一个透明人不成？这地方呢，很有可能是一片断头地。正当我沉思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然从背后响了起来，把我吓得猛一哆嗦。一回头，居然是张三炮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睡袋里钻出来了。我顿时觉得有点丢脸，不过呢，张三炮这话也是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因为断头地这个词，我似乎是在哪儿听到过。我皱起了眉头问他：“断头地是什么东西？”这个词呢，是从北派传过来的，指的是80年代北派在罗布泊挖的一座大墓。断头之地罗布泊？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做我们这一行的基本上都了解当年的那件事。那时候罗布泊周围出土了不少西域古国的宝石项链，北派50多名老杆子商量着进入罗布泊摸金，干一票大的。
这里的老杆子指的可不是那些年过古稀的老人，而是身经百战、受到盗墓界承认的高手。